今天要带大家到太宰府。出发前，我们在饭店房间享用早餐，泡了一杯胶囊咖啡。如果要从福冈市前往太宰府和柳川，非常推荐饭店可以选择住在天神站周边，它跟西铁福冈站和天神地下街索拉利亚百货相通。我们是住在车站隔壁的福冈索拉利亚西铁酒店，从车站步行5分钟就可以抵达。西铁在特定时间会有直达太宰府的旅人号观光列车，不用事先预约，没有额外费用，用 IC 卡就可以直接进站搭乘。普通的电车会长这样，急行的一般电车长这样。月台是起始站，萤幕会显示最近一班的电车资讯。我们要搭的是车头写着旅人的这班。每节车厢有太宰府不同的名胜景点和四季花卉。5号车是太宰府天满宫与冬季绽放的梅花。4号车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宫与春天开满池畔的藤萝。3号车是太古桥与初夏的花菖蒲。2号车是菅原道真宫下凡之地下社与夏末的莲花。1号车是灶门神社与秋季的红叶。车厢内的装饰也有5种，代表了不同的寓意。每节车厢都有开运小卡，可以留作纪念。在3号车厢写下心愿，并带到灶门神社，就可以获得原创纪念品。许愿纸旁也有乘车纪念章可以盖。大约乘车半小时左右就会抵达西铁太宰府站。沿着指示从中央改闸口出站。车站前是公车、计程车和高速巴士的乘车处。我们抵达时大约是10点15分，建议下车后可以先逛逛参道的商店街，在12点以前吃午餐，比较不用排队。除了手工艺品店和纪念品店之外，这里最多的就是梅之饼店。我马上就被麝香葡萄团子串吸引。这家是草莓最终大福，虽然干王草莓款是冬季限定，但我更想吃麝香葡萄。葡萄香甜好吃，团子也很 Q 弹。经过食造的2只鸟居。这家梅之饼安武店面非常有特色，人潮也很多。这里有一间角落生物堂，里面充满了角落生物的周边。如果喜欢明太子，可以来逛逛味之明太子福屋，还有明太子茶泡饭可以内用哦。这里有卖传统的明太子，也有明太子酱。我们买了一罐明太子粉和一罐明太子罐头，产品有很多种。这里是太宰府超热门的打卡景点星巴克，结合在地元素。由知名建筑师隈研吾设计，以2000多根木条交织而成，非常吸睛。我们要买的是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梅之饼伞之家，可以从玻璃橱窗看到师傅制作。梅之饼其实就是印有梅花的红豆馅饼，甜而不腻，但我觉得搭配无糖茶更好吃。这里真的有很多卖梅之饼的店家。充满美丽工艺纪念品的玻璃艺品到乐，有好多精致可爱的动物水晶球。有名的白梅糖合格挂包，看到挂包觉得倍感亲切。逛完参道上的商店街，时间差不多接近中午。因为怕会有拥挤的排队人潮，我们决定先去用餐。
要来吃比其他分店更有特色的一兰拉面太宰府分店。这里有其他分店没有的五角碗合格拉面。排队时，店员会提供点餐纸，可以客制化汤头浓淡、面条软硬和配料，再用点餐机选择套餐或是单点或加点配料。我们大概排了15分钟左右。有趣的是，入店和离店时，店员不是说欢迎光临和谢谢光临，而是喊着西阿哇塞，借着言灵的力量将幸福传递给客人。单格座位让客人各自保有隐私，一旁有中韩日文追加单，写好可以放在桌上，让店员自行收走，不用怕跟店员会有沟通障碍。下方也有挂钩可以挂包包。杯子比较长，是取透有得到的谐音。这是合格套餐，有1颗温泉蛋，一盘配料有海苔、木耳丝和叉烧。五角碗的五角谐音是合格。把汤喝完，可以看到碗底的决定2字。面条长达59公分，日文谐音也近似合格。这家一兰充满了为考生祝福的缘起物，就算不用考试，也很值得来体验哦。吃饱就可以继续往天满宫前进。太宰府天满宫是日本全国天满宫的总本社，供奉的主神菅原道真就葬于此处。因为是学问之神，太宰府天满宫成为学子必会来参拜的神社。经过4只鸟居后，会先看到这座御神牛。在神社境内有11座御神牛，这是最大的一座。游客都会排队摸摸牛头，祈求可以增长智慧。往前走，经过5只鸟居，就会看到新字池和太古桥，代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红色拱桥太古桥。新字池旁边种满了各种植物和一看就很老的大树，非常美丽。经过象征过去的前段拱桥，意味着要放下过去的种种。在太古桥的平桥旁有一座墨社金王社，走过的平桥象征着现在。接着走过象征未来的拱桥后，可以看到鸟居和双层楼门。拥有100年历史的石鸟居，古宅那所可以返还旧的御守，并给予相当于御守金额的赛钱，以表感谢。前往主殿前有座2层的楼门。参拜前，先在右侧的守水社洗手。麒麟是为了颂扬菅原道真的崇高品格。继续往右侧走，可以到太宰府天满宫宝物殿，透过丰富的馆藏，认识神社的历史及菅原道真的事迹。在本殿右侧的境内社旁，发现一片枫红。本来以为应该看不太到枫红，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有红有橙，看起来还是很美。经过楼门，终于来到本殿，但是很可惜，本殿正在大整修。为了迎接2027年菅原道真逝世1125周年的大祭，临时的本殿屋顶是由飞梅传说得到灵感，移植宫内草木到屋顶，呼应了飞扬的意象。因为菅原道真喜爱梅树，天满宫境内种植了超过6000棵梅树。本殿左侧是玉珠印锁和可以写绘马的祈愿寿符，也有玉手可以购买。这里也可以买到灶门神社的玉手哦。相传这棵梅树不想和菅原道真分离，自行拔根出土飞往太宰府，就是太宰府最有名的梅树飞梅。本殿后方也有一方天地，这是一棵1000年的樟树，游客都想摸摸看这棵巨大的老树。
庖丁冢是为了安抚被作为食物的灵魂而立，也是为了感谢厨师们用完的刀具的冢。这里也有野见宿迷宫碑以及笔冢。本殿后方有2棵巨大的夫妇樟。太宰府除了梅树外，真的有好多上百年、上千年的大树。位在主殿左侧诚心馆外的大樟，有1500年的历史，已是福冈县指定天然纪念物。逛完时接近下午2点，要来吃这间网红名店香果。我们选的是经典的栗子蒙布朗，要先在店外的点餐机点餐。店里用透明隔板，让客人可以完整看到制作蒙布朗的过程。我们另外点了栗子冰棒和桃子水。冰棒中间放了1颗栗子，吃起来满满的栗子味。蒙布朗非常绵密，里面是冰淇淋，很搭。店里内用是砾石，喜欢蒙布朗的人可以来哦。接着我们要去藏门神社，回到太宰府前可以搭巴士到藏门神社，站前有指示牌告诉游客要到对街搭车。走到路口过马路，看到车站斜对面的暖木拉面也是大排长龙。在车站对面的福冈银行外面，就有可以搭到藏门神社的巴士。单程车票是100日元，班次较少，小巴士塞满了游客，大约15分钟的车程抵达藏门神社。属于关闭小社的藏门神社，位在山上的藏门神社也是九州热门的赏枫景点。幸运的遇到了枫红，真的很美。这样的渐层颜色也非常好看。位在宝满山登山口的藏门神社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宝满宫藏门神社主祀神武天皇的母亲御医姬命，自古就以结缘闻名。手水社可以直接用手捧水洗净。主殿没有过多的装饰，以原木呈现主殿的庄严。主殿前的水镜可以净化内心的思想，以纯净诚实的心许愿，愿望就可以实现。这里也有古扎纳所，挂满了祈求结缘的绘马。主殿右侧可以求取玉珠印，后方的末社五谷社前也有美丽的枫红可以欣赏。闭上眼，从这颗爱情岩走过去，碰到另一颗，爱情就会实现。拿到藏门神社的玉珠印后，要来逛逛超美的玉手授予所，由知名设计师片山真通设计的时尚授予所。天花板的樱花纹是藏门神社的神纹，有不同种的结缘玉手可以选择。
这里可以通往展望舞台。坐在大理石椅上，可以欣赏太宰府市景，也可以欣赏日落和感受境内的季节氛围。参拜完要前往巴士站。位在山上的灶门神社，人潮没有太宰府天满宫这么多，多了一份山间的幽静。下山可以在原本的巴士站等车，单趟同样也是100日元，可以刷卡。回到太宰府站，回程搭的是普通电车，所以要在二日市转车再搭回天神。今天的太宰府一日游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。景点的表格整理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下一集我们要搭新干线，前往北九州去日本100名城之一的小仓城。周围有美丽的银杏围绕，可以看到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在岩流岛决斗。位于九州最北端，以关门海峡与下关市相隔的门司港，可以欣赏门司港怀旧的各个景点。要来吃超好吃的烧咖喱，可以欣赏关门海峡的吊桥蓝驿桥，知名的香蕉人。接着来到铁道迷必逛的九州铁道纪念馆，可以看到九州铁道的发展历史，也可以体验在迷你铁道上开火车哦，敬请期待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哦。